其实科尔比这些人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呢？只不过他必须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宁可祸害国家，也不能让奶酪被别人抢走。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斌。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前国防部的高官抛出中美只能打有限战争的论调。2022年初前五角大楼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阿尔布里奇·科尔比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拒止的策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提出美国可以和中国打一场有限的战争。按照他的观点呢，如果中国大陆发起统一战争，美国可以在中国船只和飞机起航之前就动手还能摧毁中国的军港和指挥所。在解放军实施航渡的过程中呢，美国还可以合法的击沉解放军的船只，击落解放军的飞机等等。这一类狂妄的设想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如果说美国的鹰派分子都是脑残，可能并不客观，因为任何一个能在美国的军事机器里面爬到高层的人物都不是缺乏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那为什么这些人屡屡发出这些梦呓一般的言论呢？这就要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了，才能发现答案。美国的军事机器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就是被利益集团所把持。军队花钱简单的说可以分成养人、养装备、买装备、平时演训和打仗这几大类，每个部分都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并且在 GDP 和政府开支当中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任何一种比例失去平衡，就会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反过来说，如果军队战斗力下滑了，那基本上可以肯定军费开支有不合理的地方。很显然，美国的军费就是出了大问题。那举例来说，美国联邦政府2021财年支出的总金额预计是 4.8 万亿美元，其中军费开支7400亿美元，占 15.4%。相比之下，2020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占中央预算的比例只有 10.6%。但是美国花了那么多钱，并没有让美军日益强大，在全球无往不胜正相反，美军的主力舰只、战斗机、陆军主战装备的数量一直在下降，海军的缩水尤其明显，而装备改善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海军先后遭遇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滨海战斗舰项目的失败，陆军主战装备的研发一直没有找到发展方向。空军虽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换装 F-35 的工作，但实际战斗力一直被人质疑。美军还承认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等方面被中国、俄罗斯超越，拿中国新一代的反舰弹道导弹毫无办法。最丢人的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坚持不下去了。驻阿富汗的美军已经仓皇撤退，驻伊拉克的美军也表示不再承担作战任务，这是美国全球称霸战略维持不住的迹象，也是美国军事霸权体系开始崩溃的体现。这个科尔比是制定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的参与者，当时是特朗普当选的第2年。目前美国正在制定2022年国防战略，必然要对科尔比参与制定的这个2018年的国防战略进行检讨评估。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科尔比自然要站出来说话了，能争取的当然要尽量的争取。但是科尔比极力鼓吹的中美有限战争论站得住脚吗？这个科尔比试图让人们相信中国不敢和美国搞战争升级。他假设中国不会击沉美国舰队的航母，不会摧毁美国的 GPS 和通信卫星，不会用远程导弹摧毁美国在关岛的基地，或者大规模的用导弹攻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他假设中国会把自己的手脚捆住，按照有利于美国的规则来打一场有限的战争。科尔比还故意回避中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科尔比这些人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呢？只不过他必须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宁可祸害国家，也不能让奶酪被别人抢走。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拜登政府有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伟大不掉的军事利益集团吧，恐怕希望渺茫。这句话就说到这里。